青鸟斗内给八炯，八炯买中国货，中国企业缴税给中共，中共统战青鸟，所以八炯在帮中共统战青鸟啊，这叫青鸟产业链已经闭环了。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用中国货，用中国货不会怎么样，用中国货也不代表你一定要舔中，要舔共，但是你反中又去抓所有去中国大陆旅游的人，去说人家543，结果你自己用中国货，你要解释什么？他身上既然是大疆货，闽南佬你身上怎么也是呢？你不是最恨共产党了吗？你说哎呀，他只用一个大疆啊，他另外一款不是用大疆，可以说是1/2舔共，不是吗？这款叫 Holy Land， 真正的企业一次舔共不够，2次舔共来做，所以今天反共不反中的逻辑是错误的，因为你只要用了中国货，你就缴税给中共政府，所以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金主，你就是统战青鸟的王。青鸟斗内给你满怀期待，希望你可以抗中保台，可以反共，结果你去买中国的货，所以搞了半天青鸟自己统战自己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首先讲，用中国货不是个错，什么货好用我们就用什么货。以前美国货好用，用美国货；日本货好用，用日本货；MIT 台湾货好用，台湾货；中国货好用，用中国货。所以用中国货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。用中国货也不代表你一定要舔中，要舔共。但是呢，你反中又去抓所有去中国大陆旅游的人，去说人家543，变成一种攻击性的时候，你用中国货问题就很严重。这就是今天黑熊八炯为什么要把他抓出来打的一个基本调，就是这2个人的反中已经反到魔怔，他就像上个世纪的义和团一样，杀洋鬼子，杀大毛子，杀二毛子。大毛子什么？外国人。二毛子是什么？教徒。三毛子是什么？用外国货的人。现在用中国货，他们就在追杀了。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用中国货，而是他们一边反中又去追杀人家，又用中国货。现在八炯粉丝啊，那些青鸟粉丝、那些社粉，到处在讲，你周明轩为什么不证明你没拿红钱呢？你馆长为什么不证明你没拿红钱呢？你村长为什么不证明你没拿红钱呢？你今天做到这么的绝，结果你自己用中国货，你要解释什么？他怎样？有嘴讲把人没嘴讲，有个 PTT 网友啊，直接把他的裤子给脱了。他说各位看官好，我在看摄图日记影片，他身上既然是大疆货，他们合作，他们可以违约，白纸黑字都可以签好。哎呀，大疆货啊，这个 DJI 呀，他买的真先进呢，各位，他买的是2代或者是3代啊。你不是一边在反共吗？你为什么要资助共产党的企业呢？对不对？照你说法，大疆是共产党企业，但它其实是民营企业啊，因为中国无所不共嘛，大陆无所不共嘛，所以你这不是在知敌吗？你不是还好意思用吗？对不对？你看很多大家都开始找咯。哎呀，这位不是闽南佬吗？闽南佬你身上怎么也是呢？你不是最恨共产党了吗？用什么大疆？是不是就这一款？再来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身上还有另外一款？也就是说，他一开始利用你可能一些中国老种啊，或是福建间的名气。你说哎呀，他只用一个大疆啊，他另外一款不是用大疆啊，你可以刷1/2舔共，另外一个不是大疆啊，你怎么可以刷舔共呢？我告诉你也不是嘛，这一款叫什么？这一款叫 Holy Land，OK， Founded in where? Founded in 深圳。Oh my God！ 不是，他绝对不是中国话。八炯是爱台湾的。哎呀，青鸟啊，面对现实吧。Made in 方地深圳啊，深圳的企业啊，大哥。一次舔共不够，2次舔共来做，一次用2台。天哪，你都搞得我头好痛啊！所以青鸟那边抖了老半天，结果八炯把钱拿来干嘛？拿来给共产党的企业啊，拿来给中国企业，中国企业在缴税给共产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青鸟你在舔共啊，青鸟你看八炯的频道，抖内给八炯，然后你这个一点点小钱，你就赚的很少，一个月25000、27000，领最低工资或打工赚了小钱，一个月还抖内给他2-3千块，就自己吃不饱穿不暖。结果呢？结果八炯跑去买中国企业的产品，中国企业缴税给中共，中共再拿你们的缴的钱，给的企业的纳税钱拿来统战台湾，闭环了各位。所以八炯在帮中共统战青鸟啊，这里面什么？中共是固定在那里的，大疆是固定在，他一定要卖产品的，大疆一定要缴税给中共，中共是固定会统战青鸟的。可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这八炯啊，八炯是这里面整个的关键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
青鸟它是固定要存在的嘛，只要有民进党就会有青鸟嘛，只要有人继续买无人机，继续买产品就会有大疆嘛，只要中国政权没有崩溃，中共就存在嘛，只要两岸不同意，它就要统战青鸟嘛，所以大疆一定要缴税给中共，中共一定会统战青鸟嘛，但是青鸟一定要抖内给八九吗？也是要哦，因为呢八九老是吸引青鸟抖内这也是一个涌动，因为青鸟没办法阻止自己的手贱，好继续支持八九。可是呢，最关键是什么？只要八九不买大疆，他可以买其他品牌，今天就没有这个统战的问题了。但是今天最关键是什么？是八九买大疆，所以整个闭环的关键是什么？是八九买中国货，他用了中国货，用了大疆，用了 Holy Land， 用了这些中国货，所以呢，才导致青鸟被中国给统战。所以八九是一切的罪魁祸首，这样讲合理吧？这是最关键，因为他是唯一有得选择的，其他都只是固定在那里的。有这么多牌子，你为什么一定要买大疆？这代表一件事嘛，所以是你故意买大疆，你故意买中国牌子，你故意拿青鸟的钱去统战青鸟，你是什么样的居心啊？这个还可以打破所谓的八九说他是反共不反中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请问你在中国缴税是缴给中共政府，还是缴给中华民国政府？号称叫 China 的政府有两个嘛，一个叫中华民国嘛，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。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哪一个党在经营的？是中共吧？所以今天谁挺中共？所以反共不反中的逻辑是错误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只要用了中国货，你就缴税给中共政府啊。所以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金主，你就是统战青鸟的王八蛋。青鸟抖内给你满怀期待，像咕咕咕咕咕咕希望的嘛，你可以抗中保台，可以反共。结果你呢？你去买中国的货，所以从头到尾错最大就你只要不买中国货，这事情就没有了。可是问题是你连麦克风这么招摇，这么 logo 那么明显，你都敢用中国货了。你全身上下有多少中国货？你家里有多少中国货？我真不知道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所以我公开挑战。文子瑜八九，赶快出来呛我！我们的官司虽然完结了，虽然你告我你输了，你被司法认证舔共，但是你让我跑到桃园的这件事，我公报不私仇。我今天出来指证你刚好而已，我当年就指证你被你告，现在我会继续指证你到天涯海角。有人跟我留言说，你不提他就不会出现了，不，他在洗版，你自己看我的旁边的 YouTube 列表，我随便解的哦。第一个是讲电影的，再来是郭正亮祭祖哀轰，再来是他们唱歌。再来呢，还有其他小网红跟进，在那边统战网红，当然没收钱啊，已经在扩散的各位，已经有其他的所谓的小网红这个我不认识了。他开始在说什么？不用给钱也可以统战，这是一个恶化的征兆。也就是说，八九给他们种下那个毒种子啊，只要我怀疑你，你就必须自清。你如果自清不了，那你就是统战。所以开始在扩散，所以这个事情能不管吗？